大部分的舞房教学是这样子的， You're gonna bring this left arm over, and then your right, yeah? And I follow with my head. As I do that, I'm bringing my 然 knees. 后你循环是这样子的。一个看似简单的动作，其实暗藏了很多要领和对细节的把握。忽略了这些，你就很难在舞蹈上有突破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会经常觉得，哎，为什么老师做的那么好看，我就跳起来那么丑呢？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朋友们，请在弹幕上打1。可悲的是，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国内，不管是线上课还是线下课，教课忽略细节的老师还是占大多数的。这对于那些想要从零基础开始学习的朋友们，挑战可就非常大了。那今天就让我来拯救你们，我来给大家分享4个自学舞蹈的小技巧，帮你在学舞路上突飞猛进。所以大家一定要给这个视频积极点赞，这样也可以鼓励我继续创作更多实用又好玩的视频哦。OK， 我们现在来说正题。首先呢，我想给大家挑明一下我们学习舞蹈的目的。那我们为的是要建立丰富的肢体表达能力。我们上课不是过去光记动作的，而是要把每个动作学透，做好看，做到位。不然你学了一堆动作，跳起来还是很难看，那你等于还是没有学会跳舞。那具体要怎么操作呢？我建议从以下4个方面入手。第一点，学会观察。一个舞蹈拿到手，我们要仔细观察这个动作的每一个细节，对范本动作进行一个全身的大扫描。那全身大扫描，我真的就是指的从头到脚趾头都要扫描一遍，看看他们都在干些什么，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。那今天呢，我自己就现场的学了一小段前段时间特别流行的 Tomboy， 然后把自己现场学习的那个过程拍下来了，我现在就分享给大家看一下，然后给大家说一下我所说的观察动作细节到底细到什么程度，到底这些细节都有些什么。所以一套动作拿到手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想一下这个动作的体态是什么，是如何协调的，然后它的速度是什么，它的发力方式是什么，从这4个方向来想一想。比如说一开始这个动作，我们整个体态是保持一个垂直的关系，然后我们就想着我们的胯是在走8字圆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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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再想想我们的脚是在原地踩，但是呢两脚间的距离没有变，然后膝盖保持在一个弯曲的状态，它没有一个上下的起伏，但是它就是在这个位置，所以它的下半身是这个动作。然后是如何协调的？这里就有手，那手的动作是什么？手也是保持大臂尽量贴紧身体，小臂的手心朝外画圆圈，也是在画8字，所以这个8字和这个8字它是协调在一起，然后加上脚踩踩踩踩踩，所以这个是协调。然后你在做下半身这个动作的时候，我的重心其实是保持在2腿中间，重心没有跟着腿去了，然后重心在这儿，所以胸部就可以是在一个基本不动的状态上啊，我的胸没有这样，然后肩膀打开，脖子拉长，肩膀往下沉，胸部这一块都是展开的一个状态，不在这儿。如果你一做动作肩膀在这儿，那你就又错了，所以这块也要放下来。然后这个头一开始来甩过来在左边，然后下巴颏是进去的，一开始是这个状态，看这个体态是这样子的，然后后面这个动作的体态是这样子的，所以我的上身没有前后动，左右有一点点改变，头的改变其实头和屁股一开始在这儿，第2次在这儿头甩过来了，然后这个胳膊肘伸直，头甩过来的时候脸去贴大臂的感觉，所以这个就是一开始的这个动作，它就有那么多的细节在里面。然后还有最后一点，就是你整个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不要有太大的跳跃，感觉是压在那儿做的感觉，所有的动作都在胯上去做，所以上身是尽量压下来，然后让胯在做这个起伏的感觉。那说到节奏呢，这段动作比较简单，都是一拍一个动作，1 2 3 4 5 6 7 8，所以就比较简单。然后这个力量啊，其实就是一个拧的劲，它是一个内在的左右拧的感觉，身体在拧的感觉。那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发力的东西呢，同学们可以看我这一篇视频。然后跟着视频学舞蹈的一个好处就是，你可以把这个视频的速度给放慢，这样呢你就可以捕捉到很多在常速中容易被忽略的细节。所以你看我在学这段舞的时候，我一开始也是给它放慢了1倍的速度，先去把动作慢慢的学清楚之后，我再慢慢加速上去的。第2个技巧，跟着要求练习，不要盲目瞎练。跳舞在跟老师学完之后，一大部分时间是要自己花时间去琢磨动作的。那以上
上观察到的这些动作细节呢，就是你课下需要加强训练的内容。在训练初期，我建议大家拿个笔记本，把所有的训练要点都记下来，而且在训练的时候，你每做一次，你都要检查自己有没有把这些点都做到位了，没有做到位的话就继续练习。跳舞是一个重复的游戏，你只有经过无数次的重复，才可以让你的肌肉、神经和大脑记住这种运动方式，这也就是熟能生巧。但是这个重复游戏可不光是靠数量来完成的，我一直跟我自己的学生说，你可千万不要盲目瞎练，在练之前一定要明确你的训练目的和要求是什么，不然你按照错误的那个方向去练，只会让你的肌肉和神经记住那个错的方式，这样子你以后就很难再掰回来。之前一直在盲目瞎练埋头苦干的朋友们，请在弹幕区吱一声，以后可千万别再这么做了。技巧第3点，和原版校对。在练习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你觉得自己对这段舞蹈有一点点的把握了之后，可以把自己的舞蹈录下来，然后和原版放在一起对比一下，看看还有哪些可以提升的地方。这个时候可以回到我的第1条建议，仔细观察你和原版的不同之处，找出自己的问题所在。当然了，如果说你是已经比较有经验的舞者，那可以不需要完全跟原版一样，可以在这个阶段呢，尝试和探索自己表现的独特风格。那最后一个建议呢，就是要加强基本功训练。就拿我们刚刚这个 Tomboy， 你们有多少基本功？胯部的画圈、绕八字，腰部的 isolation， 包括上身和肩膀的一个挺拔的脖子拉长的一个状态，这些都是需要长期的基本功训练，让你的肌肉慢慢有这些能力的。如果到这里你还在看我的视频的话呢，接下来的内容就是你的福利。那我自己呢，正在精心研发一套系统的舞蹈训练课程。那在这套课程中呢，我对每一个动作都给出了详细的训练要点和动作细节，让你在练舞的初期就培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，让你的舞蹈训练精准又高效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我的店铺看一下。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请记得点赞、收藏、分享、加关注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学编舞，学跳舞，跟我一起从不一样的角度来探索吧。